是习惯，一是生存。放任自流的后果于世人来说并不大，兴许也就是某天，路上少了一个笑得好看的小乞丐，对于饿得双眼发绿的野狗来说，或许多了一顿美餐。可谁在乎呢？夷陵的大雪会埋葬一切曾有温度的痕迹。谁也不知道，某个潮湿阴暗的草垛里，曾蜷缩着一个小小的孩子。这就是为了那一点点的软弱孩童，一点点的天性，他要付出的代价。可好像现在什么都不同了，他就像是阿婆弹棉花的弓弦，绷得紧紧的。可一遇到这个人，身体本能一般的放松，潜意识中，他到了安全的地方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他知道，此刻，即便是他放肆一下也没关系，即便任性的哭闹也没关系。疼吗？他听见抱着他的人问。疼的，很疼很疼，哪里都疼。不疼，奶糯的声音轻轻的，止不住地抽打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怎可能不疼？他抱着那小小的一团。魏婴，我在，不必害怕。但如果还在害怕，你可以哭出来，可以和我说。没事了，这里没人会觉得你麻烦。魏婴，难受要说出来。我说过的，以后我护你。蓝忘机似乎很久没一次说这么多话了。从前和魏无羡一起时，都是魏无羡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怀中的孩子动了动，抬起头看着蓝忘机。蓝忘机竟无端开始紧张，那双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蓝忘机，依旧是红彤彤的，鼻尖和脸蛋也蹭得通红。正午的阳光洒进来，逆着光的身影小小的一团，依旧因为抽噎而颤动。但蓝忘机看到了他熟悉的笑。小魏婴用手擦着眼泪，笑了。蓝二哥哥，他不害怕了，他的二哥哥回来了。但他依旧在流泪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魏婴，蓝忘机的心都跟着他颤，将抽泣不止的一小团搂在怀里，轻声哄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绵软的一团才重新平静下来，紧紧地窝在蓝忘机怀里。魏婴，蓝忘机轻轻把小团子抱起，惹得他奶声奶气地咕哝了一声，果然睡着了。姜汤还没喝，少年将那奶团放在怀里，那小小的奶团便用力钻到他怀里，小手紧紧扒着他。奶团似乎又说了什么，不甚安稳的样子，小脸皱着，把自己缩成小的可怜的一团，柔软的身体还未全恢复温热，又在瑟瑟发抖。话给二哥哥的。蓝忘机轻轻扒开他一直藏在怀中的右手。魏婴，是我。那软乎乎的小手果然松开。蓝忘机小心地把那几朵惨兮兮的花接过来，放在一旁的案几上。我收到花了，很可爱，很好看。少年的耳垂泛出粉色，我很喜欢。喜欢花，更喜欢送花的人。小团子梦话似的嘀咕着，阿英，喜欢二哥哥。很喜欢，很喜欢。蓝忘机轻轻把还温着的姜汤抵到小团子唇边。魏婴，先把姜汤喝了，否则会冷。小团子推拒着，即便不甚清醒，依旧小脑瓜子灵活得很。不冷，二哥哥身上暖和。说着，小家伙又往他怀里拱了拱。少年红了耳垂，抿了抿唇，又道：那也要喝，乖。奶团不情不愿地揉了揉眼睛，短小的奶爪子捧着碗咕嘟咕嘟一口闷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味道太冲，小家伙的脸都红了，才喝完就见了汗。蓝忘机急忙倒了水给他，又摸出一枚小小的糖块塞到小家伙嘴里。那奶团摇摇欲坠，就要再次扑在他的蓝二哥哥怀里睡觉，嘴里忽然被塞了个凉凉的东西，丝丝甜味散开，橘子味的。奶团满足得很，抱着蓝忘机，奶乎乎的小脸蛋蹭上去，任由蓝忘机揉他的后背和发顶。后脑受伤处也被怜惜地用灵力捂上，舒服得很。睡吧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小孩子恍惚中似乎是睁开了眼，又似乎是在做梦。黑黝黝的巷子里，一双手把他抱起来，那人通身的月光。原来二哥哥是神仙啊！小家伙呆呆愣愣地看着抱着他的人，分外满足地扒住那人的衣襟。月桂抵不上少年半分温柔，他周身的流波似乎能染透整个暗淡的苍穹。小公子的伤已经并无大碍了，能睡着是好事，让他歇歇吧。医师摸了摸小家伙毛茸茸的脑袋，那孩子正在少年怀中沉沉睡着，不过晚上很可能会高热，
冷泉之寒气自是与冰雪不同，孩子太小，身子骨本就不大好，根本顶不住。那请问先生，该如何是好？蓝忘机语速不如往日端稳，眉间蹙着，似乎是在紧张，护着小团子的手无意识攥拳，担心二字就差写在脸上了。身子骨本就不大好，这么小的孩子流浪在那种地方，饥一顿饱一顿，衣衫单薄，身子当然不好。一旁的江丰眠也皱着眉，他记得刚把这孩子接到江家时，时常有咳嗽体弱的现象，想来是常年流浪亏空的。只是这孩子是个懂事过头的，怕给人添麻烦，常常瞒着不说，自己偷偷抓2瓶丸药就挺过去了，人前更是从不露馅。若不是一次烧得糊涂了，被江城发现，估计要一直糊弄过去。这孩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懂事了。太懂事的孩子会活得很辛苦。不碍事不碍事，二公子莫要担心。医师不慌不乱地捏着那细细小小的腕脉，老夫已经给他开了几副药，再辅以灵力驱寒活血，很快就能退热。正好趁着这次再加以调理，把以前的亏空补回来，保证不落病根。多谢先生。蓝忘机并未觉得松了口气，低头看着呼呼大睡的奶团，目光在那依旧发白的小脸蛋上停顿下来。小脸蛋软软的搭在他胸口，奶乎乎的婴儿肥骨溜溜的，短小的爪子也肉嘟嘟的，让人看着就心生爱怜。可抱在怀里，那绵软乖巧的一小团，丝毫没有看起来肉乎乎的应有重量。医师走了，蓝启仁上前看着那裹在被子里的一小团，这么睡他能舒服吗？蓝忘机也觉得如此，想将小团子放在床上好好睡，结果刚一倾身，那一团就死死扒着少年的衣襟，害怕似的瑟瑟发抖的往人怀里钻，就像是生怕人家把他扔了似的。也罢，就抱着吧，只是忘机你也未休息，若是累了就也休息一会儿，孩子我抱着。蓝启仁道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多谢叔父，不累，不累。他的心悦之人正是虚弱受惊之时，能有资格陪在身边，被他所依靠，不是时的甜意丝丝掺杂在少年的焦虑担心中，慢慢的沁他胸腔，换得了青涩的悸动和复杂的情绪变迁。蓝忘机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人了，就像是漂泊已久的游魂被拉进躯壳，从此人间烟火，执念过往，皆因那个人而有了意义。就像是盘古开天时，第一缕破开蛋壳的光，它悄无声息的出现，是从未被见过的奇异的色彩，不是神明，却是神明本身。